大家好，我是 Klaus。 最近总书记在广西面对穿着各种民族服饰的群众演员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由央视的新闻联播向全国人民转达。总书记说，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话是算数的。作为领导人，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迷人的才华，还要不时地讲一些笑话来展示一下让人捧腹的幽默感。要说共产党说话算数，还真是一个笑话。中共一开始说要解放全人类，解放不了就赶超英美，赶超不了又说实现4个现代化，实现不了又改成先富带动后富，结果跟权力沾边的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是后面的人却变成了996打工人。毛泽东最一开始说要建立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支持湖南独立、台湾独立，支持各省独立。中华苏维埃的宪法里面还写着承认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他们脱离中国独立为止。可现在动不动就给你扣上某独的帽子，共产党就从来没有兑现过许下的任何一个承诺。对于总书记的这个笑话笑过之余，我想深度探讨的是超越当代和超越微观层面的。中国这个号称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还有号称是龙的传人的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不是一个说话算数讲信用的呢？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后来来到美国，最一开始在美国生活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直到再次回到中国，主动跟同行的人打招呼，跟陌生人问路，中国人会先退后2步，再上下打量你一番，很多人不会理你，甚至直接走开，最好的也就是小心翼翼提防着跟你说几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的意识到我已经回国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是最强的，中国人在中国人之中也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如果再从历史来看，中国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地方，讲信用也不是中华文化所提倡的。而正相反，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发展出了诈骗文化，以孙子兵法等为典型代表。这些所谓的计谋其实都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典型的是有一条计策是西方战争史上基本上连想都不会想到的计策，诈降计。通过假装投降来获取对方的信任，如果对方怀疑，可以盟誓、割发断臂，甚至是杀掉自己的亲人。等其不再怀疑之后，趁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后来又衍生出36计，比如瞒天过海、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笑里藏刀、欲擒故纵、偷梁换柱、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反间计等等。这些计谋的本质就是一个核心，那就是骗。中国的这种诈骗文化不只是用于军事，而是贯穿了整个历史、政治、商业和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他们都成了中华文化传承里的经典著作。而且那些不择手段的成功人士还会被赞美手段高明，成为后人膜拜的对象。中国人可以说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一种阴险狡诈、勾心斗角的环境下生存，从小就被教育要处处提防别人，做事要留个心眼，也很难相信别人。所以中国从古到今就缺乏一种在西方社会被称为契约精神的东西。契是合同，约是约定，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所倡导的主流精神，讲求说到做到，讲信用。用总书记小学生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来说，契约精神就是要说话算数。西方的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所能建立起来最重要的基石，近现代繁荣的商业、健全的法治、政治的民主，这些都是建立在这种遵守承诺的契约精神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与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失之交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契约精神。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主流文化讲求变通，这跟固定不变、约定俗成的契约相矛盾。首先体现在代表社会主流的贵族从来都是背信弃义、不守约定的，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是先保证大富大贵，取得政权之后就开始大开杀戒。早在春秋时期，我们都知道的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在打败吴国称霸之后，就把左膀右臂文种和范蠡一个赐死，一个被迫下野经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后也是大杀功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几乎把开国将领全部都杀光了。清朝一开始利用汉人将领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开始削藩。同样的，中共在49年建国之后，在毛泽东身边的老臣人人自危，像林彪、刘少奇、彭德怀等，即便是身居高位都难以自保。另一方面，针对敌人将领，先许下承诺，
招降过来，安抚一阵，再秋后算账。历朝历代这样的事情也是太多太多了。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历来也是不讲究契约精神，表面上签订了盟约，暗地里却处处设防，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捅一刀。熟读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吴蜀两国为了抵抗魏国结成了湘水之盟，还为此两国联姻。结果先是刘备借锦州，有借无还，后来吴国又淡季关羽，在吴国边界势力强大，设计将其斩杀。吴蜀定的盟约双方都没有履行，最终两国都被魏国吞并。北宋时期，大宋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结为兄弟之国，辽为弟，宋为兄，两国维持了近100年的和平。后来金国在辽国背后发展壮大，北宋单方面撕毁盟约，和金国签订了条约，联金灭辽。灭辽之后，宋国再一次毁约，背地里劝说辽国向北宋投降，结果被金国逮个正着，借此灭了北宋。南宋建立后与金国签订条约，又维持了100年的相对和平。后来蒙古强大了起来，南宋与蒙古签订了战略同盟，联合蒙古又把金国灭了。灭了金国之后，南宋又违约，和蒙古的藩王李谭密谋灭蒙。结果李谭发兵占领山东之后，南宋再一次违约，没有出兵响应。忽必烈灭了李谭之后，就大兵压境了。这时南宋派使臣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命人抬出几个大箱子，里面全部都是自宋蒙联合灭金以来两国签订的契约。忽必烈说，只要使臣能从中挑出任何一份南宋曾经兑现的条约，那么蒙古大军就全部撤回，永不南犯。结果可想而知，南宋灭亡。1911年，民国政府和大清签订条约，清室享受君主待遇，并每年享受财政拨款400万两。之后清室退位，和平移交权力。但是民国政府第2年就毁约，拖欠皇室供奉，后来更是将溥仪赶出了皇宫，这间接导致了清廷复辟和影响了后来满洲国的成立。还有现在的中共国政府关于香港和英国签订的联合声明，但不久之后就说是历史文件，已经失效。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所有的契约只有在签名的那一刻是有效的，签完了那都可以说是历史文件。当我们翻看中国所谓的上下5000年的历史的时候，有契约精神的国家和人物寥寥无几。契约这种东西，在中国人来看，就只是一种短暂的妥协。当时事发生变化，履行契约不能将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契约就变成了废纸。一直到了现在的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商业文明和法律体系，但是中国人依然没有契约精神。企业、政府、个人等不违约的行为太多了。中国有各种的暴雷事件，各种套路，各种割韭菜。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还是教育和成长在一个专制的价值观的环境之下，而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些文化劣根是能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所以在现在的中国不仅不会根除，反而还会发扬光大。中国要想真正做到让世界刮目相看，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期视频我们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做到世界驰名双标国。网友 Michael Kelly 说，三星手机爆炸就大肆宣扬，中国 vivo 手机爆炸就封杀晋升，这就是中共国。网友一次就好说，非洲爆发的猪瘟可以叫做非洲猪瘟，西班牙爆发的流感也可以叫做西班牙流感，欧洲黑死病、伊博拉病毒、日本脑炎等等，但是在中国武汉爆发的却不能叫武汉肺炎，这双标。网友黑星说，当外国产品被中国抵制时，中国称这叫维护本国尊严；当中国产品被外国抵制时，中国称这叫破坏市场秩序。网友马超说，王部长说，中国人好不好，中国人民说了算，可是人民连张嘴说实话的权利都没有，张嘴只能歌功颂德，否则就是群信滋事。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